怎样才能掌握跳起杀球的时机以及发力方法？如何能提高反手推球的质量？发烧友前来问诊，赵建华教练手到病除。我叫赵芳，从小学的时候可能喜欢爱羽毛球，主要是小学的时候学校校队练习过。最近3、4年吧，我又重新再玩起来，可能最近这个羽毛球热，全国性的。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，是我们打早场。打球嘛，断断续续也5、6年了，但技术还是业余水平，还得多练习。反正爱好者嘛，多练习多打就行。娱乐第一，比赛第二。你好，哎，你好。怎么称呼？姓赵。姓赵啊，那么就是稳家了哈。你好。这样吧，等一下你先活动活动，行，你多问。行啊，有什么？我今天不懂的我就问你。哎，行。好，谢。但是有些我不懂的话，你就谅解。我您不懂就麻烦。行。不错，再杀2个看看。再来一个。啊，不错嘛，力量发的不够哈。放松。哎，好一点，再来，放松。好的。看这样活动了一下啊，就是，正像刚才我们所聊一样，就是有一定的基础，看上去还是比较舒服的。啊，刚才就是在快的情况下，就人感觉上有点硬。有点硬。哎，有些脚的这些步伐方面也缺少一些弹性。所以造成可能对你会有一定的影响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，看到后面几个杀球，其实有一球已经是半场了，为什么还就是给对方的威胁不是很大？那可能就是那个爆发力还不够。声音倒是不错，还可以，还挺响的，但是还不够脆。不脆的情况下，可能就是你发力还不够集中。再来一个，就是那最后那个击球的一瞬间，对，没有把这个所有的力量集中在手腕上面给它发出去。那你看看今天想从什么地方想多了解一点？那就从杀球开始吧。杀球，好吧？您那个后场跳起来杀，好。你学一点。不要给我制造这么大的。不是，这确实。跟你开玩笑是说，因为现在这个年龄不像以前那样啊，但跳可能就是可以跳一点，但跳的不是很高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因为肩关节还是有点受伤，那个。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力，但是我就把一个整个的一个概念想讲给你听，到时候让你再做一做。你现在做2个，然后我示范一下，然后你再去看一看，好吧？好，这个还不错哈。好的，放松一点。你不是要跳一下的吗？再跳一下吧。一跳就击球点找不着了。那没关系，我要看一下才知道嘛，对吧？啊，这个还可以嘛。放松。行，停一下。那个，我觉得这几个球杀的都相当不错哈。就是作为一个业余的爱好者，我想这样的杀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杀伤力跟威胁的。跳起来的时候，可能一个方面可能击球点不太容易掌握。对，主要是击球点，好像跳起来不太顺杀。是，可能一个方面这个需要一个多练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一个空中的感觉。因为本身你站在那个地方打的时候，你因为习惯于这个空中的感觉。但一跳的时候，击球点肯定是不一样的，它变化啊，击球点肯定是变高了，所以这个呢，可能需要一个同伴，比如说拿一些多球给你发一发，就多练习，多跳几次，空中的感觉有了，他马上就能够找到那个好的击球点。杀球最重要就是一个发力的问题，但主要发力还是要通过这个手腕。所以你的手腕可能还不够，你开始不需要用很多的力，有些人他喜欢整个这样的话，所以看上去他用的是很大的一个力，但是接触在那个球的那一瞬间，他的力量应该不集中，是一个分散的，所以你有些人你看他是这样，他也是很大的力，但是你听那个声音就是很长了，你可以把所有的力，对，其实刚才你有些球你是有的。我先就做一些有点像点杀一样的，主要你要看我这个手腕的这个，然后呢，就感觉甩鞭子的感觉。对，然后等一下你再试一下。
看看有没有什么就是有点，你的击球点在一个击球点比较前一点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腕力，就是那最后那个击球的一瞬间，对，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手腕上面给它发出去。当你跳的时候，力量主要是通过这个脚啊蹬起来，但是人的身体要放松一点。有人一跳好像整个人都这特别用劲儿，你把所有的力好像都在用力一样的，所以这个呢就显得你自己不配合了。在跳的时候，其实上半身是放松的，这个上面应该没有力，主要的力还是在这个靠下面把它爆发出来。然后起来的时候人应该也是松的，要起来这个人也是很僵硬的话，所以你的力量就展不开了。用完力起来放松，然后要打球的时候那个力量再集中起来，这样一样你要有这样一种紧松的力量的这个收放，要能够自如一点。放松，发力，大概是有这样一个概念，上跳的有点辛苦了，对吧？就说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先试试看。好，先手腕轻一点，很好，放松啊，放松，好的，很好，对，很好，有点大臂了哈，甩大臂甩太多，手腕点，对，这个很好。放松，对，要的就是这个啊，但有点切，这球不切的话应该是很好。这接触球边的时候可能有点切了，如果你能够正面的话，这个球就打得很正很准了。那刚才最后2个球就很舒服。对我自己感觉打得也很舒服啊，那就好了，有点用了啊。行，我不懂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？那我感觉有一点，他好比说我要用软力杀的话，他那个。杀的那个球的那个控制不好了，好像有时候落网的情况多一点。像以前要这么杀的话呢，你就能控制住那个球不让它落网，但你要突然间改变。但是这两种球的球速是不一样的。对，它这个点杀的球路特别快，比较快，而且它有时候比较深。而且我的感觉就是说，你还不像刚才那么用力，但球的效果应该不会差于刚才。当然我们来认为啊，双脚起跳比较高。这个侧身的这种单脚起跳呢比较低一点，也是一个，但是2种方式不一样。因为这种单脚的起跳它很顺的，是一种步伐型的。那就双脚起跳。双脚起跳。所以一方面就是双脚起跳者，你要寻找一个好的位置，你说刚才说找不到，这是一个。那位置的话还靠步伐。起来以后刚才就说你就2个脚一起，要有点侧身，因为空中还是要有个转体在里面。蹲下来，然后主要还是用踝关节蹬起来，很好，再来，对，好，再来，好，然后挥拍，好的，身体要收住，对，你看，这个收住点，起来就点它一下就好了。好的，像刚才甩鞭子一样，你刚才讲甩鞭子怎么甩？好的，好，就这样。有时候你比如说练一些跳绳跳绳因为它是一直让你在跳嘛，然后又可以练到你的脚的这个力量。跳过什么？跳过。跳双飞。
双飞可以啊，对，双飞可以。双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效果。双飞因为它毕竟还要它弹跳力要高一点，还有一个起跳点干一点，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。它靠腕力，它不是靠背力的。三飞跳过吗？三飞好没达到。哎，对，三飞这个你弹跳会更好了。我想让您再教我一下这个反手啊，这反手往前这个推球推后场。刚才其实我在看你活动的时候，我也看了一下，有点样子，但是呢，那个感觉还有点不对。一方面就是说点要高一点，啊，像到了这个地方就不叫推球了，就可能变成一个挑球出来了，所以推球一个点要高一点，啊，这是一个。再一个呢，力量主要还是通过在这儿，跟这个手指，啊，这个手指推出去，这个力量出来。你看我的握拍基本上也有一点变化了。它这样出去，啊，所以最后的力量在这个地方。那你有一点这样出去，所以那个球啊不干脆，不干脆。来，你看我做的。哦。好，来再试试看，放松，还是记住一个，手腕就是，哎，好的，不错哈，这个稍微没有前面一个好，放松一点，哎，对，这个很好，好，感觉怎么样？主要是击球点高的话，它那球没有，第一个就是弧度上面不一样，这是一个，还有一个速度还是对，球速已经变快了，球速变快，当然就不给对方时间了嘛，那这个威胁就来了嘛，这几个就都有不同的，有好的。有稍微高一点对，所以我就说你自己就是要去寻找了。哎，这个球，哎，为什么可能是不是快了一点？哎，是不是对对方有威胁了？有点收获没有？有点收获比较大。我不知道你之前看过自己打球没有？好像没有。看到今天借这样一个机会，看到自己打球，然后做的东西，让自己加深一点印象，这样可能会比较更好一点。好不好？来吧。动作还有点僵硬。对，你看这个球击球点基本上都跑到身体后面蛮多的，你看，因为击球点一厚了以后啊，一个呢就是说它力量不能够得到正常发挥的，并且就变成最后只能靠一些腕力来发力了。还有一个呢就是球可能压不下来，你包括到时你要杀球的话，你击球点一厚的话，那个除非你的腕力很强。所以第一个要求就是打球的意识上面，就是尽量把击球点放到前面一点。那当然是击球点前就要靠你的这个步伐。还有一个就是刚才看了，就是说在杀球的过程当中啊，就是那其实不是你没有力，是有力，只是呢没有那么集中，没那么干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时候呢你没有让自己更加的这个松，对，没有让自己更柔和一点，对吧？就欠缺一点这个，可能让自己舒服一点。让它松弛一点，可能跟您在一块紧张，偶像。那这样就是说明我今天害了你一点。是跟您偶像在一块。行，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吧，希望你能够对你有所帮助。好嘞，谢谢你，张老师。不用客气，谢谢。经典成就未来，华泰盛达飞。